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呕心沥血1年，领导却给我的年终奖打1折。小李呀，行业不景气，你理解一下。我们以大局为重，共度难关。转手把我的项目经理之位给了他小舅子。懂了，裙带上位，鸡犬升天，股肱之臣，卸磨杀驴。我直接开摆，年假病假一条龙。领导在电话里叫骂：别以为部门离开你就赚不了，赶紧给我滚！过了几天，部门业绩跌入谷底，领导哀求我请我回去。我说再等等。半个月后，公司上市计划被迫终止，总经理出面请我出山。我说就快好了。1个月后，公司优秀单位被除名，还被行业协会挂上黑榜，停业整顿。我说是时候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撤销你项目经理的职位是公司的决定，你的年终奖也会做出相应调整。握着公司的通知文件，我手指发颤，呕心沥血，兢兢业业，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。年初，房地产行业迎来凛冬期，也直接影响到了设计院的盈利。为挺过寒流，管理层决定压低设计单价，把公司目标从腾飞改成活着。这就导致员工多次降薪，但工作是一点没少，节奏比以前更快，全年无休，加班到晚上10点是常态。更有几次项目堆积时，我通宵一宿，下班都赶上了早高峰。小李，今年再挺一把，总工快退休了，到时候让你坐他的位置。小李，几个项目经理就你最负责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年终奖我一定帮你多申请点。小李，这个项目比较紧急，别人搞不定，临时安插给你带着弄下，辛苦了。我一挺就挺了1年，孩子老婆都没时间陪伴，最后就迎来一纸降职通知。可能看出我有点不服气，吴总拍拍我肩膀，意味深长地说：主要嘛，还是因为那件事。今年年初，他给我组里塞了一个新人，小伙子名叫陈豪，海归硕士，光环加身。领导让我好好带他，我自然答应。组内多了1员猛将，这是好事，但小伙子的工作态度一上来就给我整不会了。9点，我已和甲方疯狂对线，等到10点半，陈豪才吃着早饭晃悠而来。我提醒过他9点上班不要迟到，不然工作不好分配，但他理由充分，才回国要倒一下时差。合着吃煎饼果子的时候，怎么不用倒胃口的？工作能力方面， CAD、SU 这些最基础的设计软件一概不会。我一度怀疑国外的建筑学教育返璞归真，重新改用手绘了。吴秃头，这哪是给我请来位战将，这是给我送了个祖宗。我曾旁敲侧击向领导反映过一些，但他只是让我多点耐心，好好带新人，还说谁不是这么过来的。没办法，工作要做，人也要手把手教。我每天就忙碌在陈豪和甲方当中，当爹当妈，对结果影响较大的工作我都自己扛下，就怕他出错。唯有一个对楼栋日照复合计算的活，我寻思套公式建死模型就行，便交给了陈豪，还叮嘱他完成后务必要给我检查一下。结果他做完直接发到群里，被甲方一眼挑出错，骂声漫天。秃头第一时间把我臭骂一顿，等我说清缘由，他才收敛，但也不跟我道歉。话锋一转，小伙子才跳伞到建筑市场。你做组长的，不能让别人落地成盒吧？要多担当，多勇于承担责任。苦口婆心劝我半个钟头，说白了，不就是让我背锅吗？但我没想到，
这只回旋镖在今天回来了，上面居然真的认为是我有问题，才要降我的职。吴总，你没和公司管理层说明情况吗？这不是我的责任，而且后来这事已经过去，甲方也不再追究问题了。说着说着，我停了下来，因为我看到秃头办公桌上还有一份人事任命通知，自委任陈豪为项目经理。他的地中海反射着日光灯，晃得我眼睛生疼。一份降职，一份升职，交相辉映，再加上清楚事情原委的秃子在那儿低头转笔，不敢看我。我全懂了，我背锅的事被他以假乱真了，为的就是把我职务抹掉，给陈豪铺路。草蛇灰线，伏笔千里呀！早就有传闻说陈豪是吴秃头的小舅子，这么一看，果然不假，亲爹都有可能。我呼吸急促，项目经理的职位我暂时管不了，当务之急是年终奖的钱，他不能少我半分。建筑设计院的工作比较特殊，甲方打钱都是根据项目节点而来，这会导致回款的战线很长，所以平常我们拿的都是基本工资，只有年终奖才是大头。往年效益好时，我能分到个小10万，开心回家过年，也不枉费一年的付出。听我提年终奖的事，吴秃子把眼眸垂得更低。还有1个礼拜就发年终奖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现在急什么？先出去吧，我现在就要知道，否则我不走。我把椅子拉出一屁股坐下，直勾勾盯着对面男人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违逆吴总，但我觉得无比舒适。他估计觉得拗不过我，叹了口气，递来一张纸，是薪资条。但当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时，我感觉公司大楼都在地震。8000，确定没少打1个0。他摊开双手，说得振振有词。你也知道，今年地产行业不景气，不光是你，我们领导层也都降薪了，毕竟要养活这么多人呢。我笑着问他，所以给我打1折。我2016年第1年参加工作，年终奖都不止这个数。他把玩着手里的笔，有恃无恐。你觉得少可以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明白了，早听过裁员的前奏，就是降薪，把你薪资降到极低，再给你派一堆完不成的活，你干不干？不干自己打辞职报告滚蛋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忍气吞声，明年公司裁你 N+1也是最优化。没想到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这个8年老员工身上，真贱啊！回到工位，我仍有点恍惚，身旁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：“李组长。”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李工了吧？陈豪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看来他早就知道了。他甩来一份文件：“这请款单下午你去送下。”跑个腿，我理都没理，全当没听见。他愣了一下，皱了皱眉，然后把话重复了一遍，音调提高了很多。我瞥了眼他耀武扬威的样子，掏出手机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身体抱恙，下午要去趟医院，病假人事部已经同意，告您的辞。”说完，我键盘一推，文件他怎么送过来的，我就怎么飞了回去，砸在他的脸上。办公室都陷入一片死寂，同事们都满脸震惊地看着我。我管他呢，仰天长啸出门去。我被启是蓬蒿人，从今日起，我决定躺着上班了。回家后，我打开钉钉软件，我的加班额度足足999加小时。我了个天，以前没看过，这都超出时长上限了。我迅速兑换成了假期申请，足足41天，一键发送。没一会儿，吴秃子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想想也是，他是部门第一审批人。小李，你什么意思？请这么长时间的假，还想不想干了？他说的好像我请少点，他就能爽快同意似的。记得我和老婆结婚，
正常公司都能给个2周婚假，但设计行业工作是根据项目来的。我也了解吴秃头的脾性，斟酌半天，请了1个礼拜，他当时脸就挂不住了，说正是忙的时候，能不能把婚礼推一推，等项目结束再办婚礼。我结婚日子还要根据工作来，商量半天，把婚假定在了3天，只能草草办完婚礼，连度蜜月的时间都没。那时我就在想，我工作是为了生活，为什么现在生活里全是工作？电话里他仍滔滔不绝，想驳回我的请假申请。往常我兴许真会答应，但今时不同往日。吴总，咱们公司加班时长可以兑换假期，是员工手册上规定里有的，也是老板给我们的福利，这有问题吗？电话那头他咆哮道，拿老板压我。李健，你真以为部门离开你就赚不了了？听听，这是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。吴总，我还没说完，他不由分说打断，现在项目都快结束了，李健，我告诉你，有没有你都一样，我还就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了，你能怎么的吧？要不你打辞职报告，大家一拍两散更好。我沉吟片刻，告诉吴秃子，吴总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正在录音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直至过了很久，才传来一道无力的声音，那啥，你先放假吧。我马上点同意，早这么说不就行了，浪费时间。坐在机场，我决定外出旅游散散心，说不气是假的。我请假第1天，吴秃子就在部门群里发了人事任命通知，同事们应该都看见了，但无人在意被降职的我，都是在群里表达对陈豪陈经理的祝贺。真讽刺啊！3年前我被聘为项目经理，大家也是如此。李经理，以后唯你马首是瞻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李总，我就跟着你混了，多提点小弟，尽管给我派活。李老板威武，烟花 JPG 聊天记录还在，只不过现在的恭贺对象都换成了陈豪。职场感情向来如此，谁得势就巴结谁，就连设计院这种纯粹的技术单位也难逃此般氛围。一个地方的味道是守恒的，班味重了，人情味就淡了，铜臭味浓了，良心味也散了。广播里已播放登机提示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打来的正是吴秃子，他不可一世的命令口吻依旧，小李，金茂甲方有事找你，说联系不上，你快回个电话给他们。我客气回他，我正在休假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他有些懵，没想我是这个反应。在我们这行，就算休息了，但还是需要24小时待机，只不准甲方会随时找你。工地上的突发事件，图纸上急需修改的变更，都需要快速配合。放假不放人，休息不休工，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但我现在已经选择躺平，哪管洪水滔天，凭啥每次楼倒都要我来扶大厦之将倾？让我做救世主，总得给救世主的钱吧？谁家超人年底奖金8000？吴秃子冷哼一声，有些不悦，但不忘给我喂鸡汤。什么建筑师要有匠心，要善始善终。我说我有匠心，但他给我匠心，让我变成了匠心。他听不懂我的 rap， 又说年终奖的数额可以改，给我加到1万也不是不行。我都要笑出声了，怎么被他一讲，拿回应有回报的我，反倒像是个贪得无厌的叫花子，耳不听为净。我告诉他我要上飞机了，就匆匆挂断电话，闸口一开，我丢下所有烦恼，身上无比轻松。8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。要登机了，才落地开机，就2个小时的时间，
手机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大多是吴秃子的语音矩阵，密密麻麻的未读红点跟天花一样布满屏幕，看着都瘆人。这货是不是脑袋被门挤了？这么急，楼不会真要倒了吧？点开甲方群，我乐了。吴秃子在群里发言说，这项目已移交给陈豪陈经理，后续由他负责。甲方大佬一开始也没说什么，结果每次他们问问题，陈豪回的都是稍等，我问一下，这个我查一下，我请教下总工，一问三不知。这甲方被我服务惯了，基本问啥我都秒回，只有实在比较刁钻的，我也会先依据规范说一个大概的可行性区间。这小子倒好，别问，问就是不知道，一来二去，甲方肯定有意见，问他还不如问百度，设计费都能省下。最可笑的是，陈豪还把问题复述一遍来请教我，我去你的吧！你不是项目经理吗？你不是趾高气扬，还叫我跑腿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搞不定，不是问总工的吗？问我干嘛？吴秃子电话在制，这次他低声下气了很多。李工啊，我知道打扰你休息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就几个问题帮下忙，回复一下就好了。陈豪他才接手项目，之前的情况他还不太了解。我阐述事实，不对吧？他跟了我1年，这项目从接手时他就在，全程参与，哪会有不了解的地方？而且甲方问题都是常识性的，不涉及具体方案。电话那头，吴秃子应该是把话筒捂住了，声音有些闷。是这样的吗？你不是说你能搞定的吗？而后我就听到了陈豪的声音，那谁知道甲方要改方案呢？姐夫你帮忙啊，不然我叫我姐停你生活费。什么？还有瓜吃？想不到高高在上的吴秃头居然是个妻管严，怪不得一上班就摆出一副死马脸，家里没葱，来办公室装蒜呢。吴蒜头的声音再度传来，有些疲惫。李工，真的麻烦你了。我反问他，不是说离开我部门还能转的吗？他打着马虎眼，赶忙卑微解释说那是气话，40几岁人说气话，当小两口吵架。我直接切入正题，要我回复可以，但年终奖的事怎么说？他铿锵有力地回答，一定给你补齐，8000改8万。上次给你看的薪资条是我少写了1个0。得到满意的答复后，我确认了一眼录音状态，等着吧，问题我马上回复，但具体方案还是要陈经理后续去跟。我在休假，吴秃子听我同意，不停给我道谢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，非把老实人逼急才会做人。我前脚把信息在甲方群回复完，陈豪后脚就在部门群开枪。有些同事眼红我当上项目经理，各种不配合，非要把私人恩怨带到工作中。这都是公司的项目，你是在为我打工吗？这是在点我。才当上项目经理1天，就摆出这副官腔，当自己是老板了。我正准备开炮，直接把他摁死。一个同事给我打了视频，李健，你快看，办公室里打起来了，什么情况？视频中，白发苍苍的总工拿着图纸，不停抽他，全是些弱智问题。我也耐心解释了，你还在群里点我呢，我都快60岁人了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好好退休？A2的蓝图满天飞，就像一座座高楼在城市里倾塌。陈豪被总设计师追杀着，鸡飞狗跳，哀嚎遍野，绝了！我们总工一生钻研技术，不畏强权，连吴总都不放在眼里，保留着老一辈建筑师的清高，是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种。你说你陈豪惹他干嘛？也好，总工给我打死他，
一连放了3天电。吴秃子求我快回去，他说目前项目完全处于一个暂停状态，总工不管，陈豪管不了，甲方要爆炸。他答应我年终奖再给我加2万罢了，没必要和钱过不去。真要撕破脸，也得等钱到手之后再说。才返回公司工位，陈豪就跟小绵羊一样，李哥李哥不停叫着。吴秃子也对我好言好语，又是端茶又是送水，一切回归。我也迅速进入状态。小田，你按照我修改过的平面图拉一个体块模型出来。老周，最新指标你测算下，盯紧效果图，尽快出结果。王工，你跟我明天去甲方开会。PPT 我已经做好，你把最新结果插进去。陈豪听我调兵遣将，走过来问他可以干什么。我笑眯眯回他，你和以前一样，当个吉祥物就行了。这边有个文件，你去跑个腿吧。项目推进得很快，仅3天，最新的修改方案就被我全盘托出。甲方看了也甚是满意。我就搞不懂了，这么芝麻豆带的事儿，一个海归居然2眼一抹黑。万事尘埃落定，今天也正好是发年终奖的日子。中午银行卡到账的信息如约而至。CS 银行，您账户8496于1月19日14点58分入账，综合代发，人民币8025元。等等，怎么还是8000？我整个人腾的一下从位子上站起，直奔吴秃子办公室。屋里空无一人，打他电话也不接，跟我玩消失，真恶心啊！陈豪嘴角带着笑，跟个耐克嘴似的，冷眼看着我着急忙慌的样子。李工啊，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不就会安排些破事，回答几个问题吗？瞧把你乐的。他说罢，给我亮了眼他的短信，足18万年终奖。我双拳紧握，血压飙升。他咂巴着嘴，哎呦呦呦，你不会也要打我吧？我这次可学会了，你打，使劲打，打完我就去验伤报警，让你在拘留所里过春节，仗着自己多干了几年，就跟我摆谱。我来就是整顿你们这些职场老人的。我都有点被他气乐了。以前他回我问题，我都知无不尽的解惑，到他嘴里，因为他没能力，我有能力，这反而变成职场霸凌了。真是自卑的人，觉得谁都会害他。我一句话没说，默默收拾起东西，他还在那儿喷粪。怎么着，又要请假了？项目都做完了，你尽管请，谁怕你？我也想通了，和这种人置气，是对自己肝的不尊重。我点开桌面某文件，当着他的面按下删除。他还满脸得意，哦哟，你删的这什么呀？你吓我呢？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在部门里 delete 掉？我嘴角也咧到了耳朵根。上次给甲方汇报的是一层平面，但方案并未完全锁定，因为1层网上还有4层商场、12层的办公、9层酒店，现在全在我家电脑存着。上次甲方汇报回来，我刻意没说后续的工作安排，抢先看就去8分湖巴士免费看。吴秃子他们还真以为项目结束了，和恶人斗狠，我怎么可能不留一手？陈豪同志，你加油吧！甲方明确说了，年前方案出不来，他们将暂停付款。现在整个部门可都指着你呢。当晚，甲方在群里发问，剩下的平面什么时候能好？还有2周过年，务必在年前将方案定稿。无人回复，群内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缠怨，哭泣破败。人呢？甲方在问，但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我躺在沙发上跟老婆刷综艺，手机叮咚响起，是部门内部项目群。陈豪学着我的样子开始指挥。陈豪，小田，你根据平面
拉一个体块模型出来。小田直接发了个黑人问号脸。小田，不是，陈经理，我根据哪个平面图呢？陈豪再次安排。陈豪，老周，你把平面弄一下。老周二脸蒙圈。老周，平面图一直是李工在做，我手头没有啊。陈豪，李工，麻烦把你做的明面图发一下。还敢拉我？真谁给他的脸？我反手退出群聊，别打扰我看综艺。黄老师做菜还挺好吃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陈豪发来语音通话，我挂断删除拉黑，紧接着是吴秃子的电话。我操作依旧，今晚的夜，我只想属于我自己。晚上11点，我正吃夜宵呢，一阵敲门声震天动地，猫眼看去，吴秃子领着陈豪，手里还有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八成是来求我了。在他们身后，还有公司管理层的总经理。老年关将至，孤魂野鬼都出来讨食。门开后，吴秃头一看到我，就像看见救星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腕。李健，你误会我了，年终奖是按照先前上报的来发的，差额部分财务还没下发，我私人先补给你。我甩开他手，把他们晾在门外，转身躺回沙发。我能信？要真如他所说，下发年终奖当天，他为啥不在办公室？电话也不接，明显是心里有鬼。总经理到底老江湖，笑着打圆场说都是误会，也不管我招呼进来，就在沙发坐下，满脸堆笑。我躺得很安详，话里却不客气。换鞋。总经理又带着他们屁颠退到门口，找了半天没找到拖鞋。我老婆最近也知道我的事儿，自然也没好脸色，可以赤脚。三人又踩着凉地砖回来，总经理坐着，2条狗站着，跟门神一样。吴秃子先吠道：“钱刚才已经转给你了，我们的诚意你也看到了，是不是可以回来指导下大家的工作？”我伸了个懒腰，表示我还在休假，要指导的话可以，得等到年后。陈豪听到后气急败坏，那副小人嘴脸再现。总经理在这，你还躺着，不知道坐起来说话。我就问他这里是哪儿，他说我家。我再问那现在是上班时间吗？他答不是。我直接开大，那你叫个屁呀！休息时间爷在家里趴着说话都是自由，你管得着？有些人要是把溜须拍马攀附裙带的本事用在技术上，应该也不至于是个草包了吧？海龟，我看就像海带、海草、海王八。陈豪脸色由白变绿，再转红温后变黑紫，跟中毒了一样。他想冲上来，但被总经理一把拦住。李健呐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已经狠狠批评了你的直属领导，年终奖已经补全下发给你，现在甲方催得紧，只有你能胜任这个岗位，我来就是请你回去的。一番话说得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可我不在乎，拿回我应得的，这是理所应当。现在我请假是身体抱恙，凭什么要回去？真要回去得加钱。吴秃子嘴角都在抽搐，总经理语气依旧平静，不怒自威。你也知道今年行情不好，公司接不到项目，生存艰难，你作为员工也要体恤公司。说这个我可来劲了，直接坐起身子，来，我们好好掰扯。第一，公司接不到活，是公司管理层的问题，和我们设计师有半毛钱关系。爱表现的陈豪率先打断。今年年头，吴总就说了，全年每个人都要做企业的经营者，既是设计师也是销售。我回怼他，请问公司有将能不能拉到项目，计入设计师的绩效考核吗？我再反问阁下，每个设计师白天应付甲方电话，
晚上加班画图，第二天一早还被要求按时到岗打卡上班，谁有精力去接活？哦，对了，全年无所事事的就是你。那陈豪同志，你给公司带来效益了吗？一席话，在场众人全都哑口无言，尤其是陈豪，屁都不敢再放。爷今天就是来舌战群儒的，有谁不服，尽管造次。第二点，作为员工，公司2年来一再降薪，我们虽有怨言，但工作从未马虎。相反，一些不做实事的人，工资不降反升。陈豪知道我在说他，怒气冲冲问我有什么证据，我理都没理，把一份公司上市的 IPO 审查报告拍在桌上，笑着对陈豪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公司上市前的 IPO 审查阶段是需要公司提供每位股东的税前收入，其中包括了吴秃子，也包括了这位总经理。本来这份文件我是专程为吴姓人士准备，不过既然还有高手，我不介意乱箭齐发，再误伤一位。吴有时税前年薪130万，总经理您的500多个 W 好吗？你们管理层成日花天酒地，我们一线员工拼死拼活，到头来连个零头都没有。最可笑的是你们说与我们共患难，跟我们共同降薪，我想问问看，降在哪儿了？我还没提公司有那么多臃肿的2线部门，整日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没事就搞个审查、材料整理，到头来还是我们1线设计师忙活。要裁员，要降薪，怎么不去动他们的刀子？哦，他们应该和陈豪一样，都和管理层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。股东成员表里是著名股东间的夫妻或血缘关系的。要我给诸位再念念吗？接下来我还套了他们很多话。够了！总经理终于发作，见我把底接了个底朝天，他索性也不再装。李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又怎么样？谁会在乎？又有谁管你？那么多员工，有房贷的，有小孩的，不都要受我们剥削？他们知道又何妨？我们都知道，他们知道，他们更知道，反斜杠我们知道，反斜杠他们知道，那又怎样？哎，我的妈！逻辑盘的，我以为他要跟我打狼人杀，他信誓旦旦继续开喷。我今天来让你回去，已经给足你面子，真以为公司没人了是吧？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也是从设计师一路打拼上来的，这份项目我亲自操刀，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打给你的钱我已经注明是 N+1的赔偿金，滚蛋吧！还有，我也会让全行业封杀你，建筑圈就这么大，你去哪儿都会处处碰壁。说完后，他满脸愠怒地离开，到门口穿鞋子时还在嘲讽，屁大点的家还要脱鞋子，我在我别墅都不用脱。3人鱼贯而出，我就在原地笑着。我问老婆，都录下来了吗？她比了个 OK， 还说，老公你刚才实在太帅了。是啊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，当然帅。群我当天晚上就全退了。第二天是甲方找到了我，问我啥情况。我说我和公司闹了些矛盾，现在应该是总经理亲自操刀你们项目了。金茂甲方直接电话打来，唉声叹气，别提了，你们那位总经理退居2线多久了？布置的方案漏洞百出，而且都不满足现行规范。碍于情面，我不好直接开喷，但我们领导哪管那么多，把你们总经理都骂到土里了。后来你们总经理调了个其他部门有经验的项目经理来，这项目才继续开展下去，但时间都耽搁了。你说你们这么大的公司，怎么除了你都没有几个能打的？我纠正他，不是我们公司，我准备离职了。对面愣了半晌，问我真的吗？我说这还有假，
都烂到骨子里的地方，谁带？他叫我等等，说他马上到。我还纳闷着呢，他已经把我约到楼下咖啡厅，但来的人居然甲方的项目总，之前跟他开了不少次会，约莫40岁左右的年纪，举止儒雅，可能是健身的缘故，给我感觉很阳光，像个知心大哥。我把事情挑重点跟他说了后，他抿了口咖啡。之前你在设计院有些话我不好说，但现在你既然有出来的想法了，我想问问你，要不要到我们单位试试？我一口水差点没含住。啊，他笑了笑，晃着手里咖啡。你觉得一个设计院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我思忖试探问道。是项目经理。他一个响指打出。不错，就像喝咖啡，其实喝哪家都一样，但和什么人喝才是关键。江城的设计院不少，其实大差不差，但有技术、有经验、有能力的项目经理十分凋零。你们公司想裁你，那就是裁了一个裁员。你猜猜，如果我把你李健离职的事儿放到我们甲方圈里一说，你猜猜你会收到多少 offer？ 我们认的不是你们公司，不是你们部门，而是你李健，所以我诚挚邀请你有空到我们公司坐坐。幸福来得太过突然，我还吐槽说，昨晚不是有人吵着要全行业封杀我吗？项目总就在那儿笑，他以为他谁？咱们这行只会封杀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，从来不会封杀有能力的。真有好喝的咖啡，谁会不喝呢？听听，听听，这格局，这场亮度，完爆了好吗？不过我没着急答应这位项目总，他问我还等什么，我只是笑笑，没再说话。公司要开年会了呢，年会当晚，我不请自来，盛装出席。台下坐满了各大领导，他们春风满面，欣赏一个个精彩的节目。我都有些心痛，台上表演的同僚们辛苦加班之余，还要挤出微末时间排练节目，取悦台下的领导。唱歌的嗓子都沙哑了，估计没少和甲方 battle。跳舞的眼眶发黑，感觉随时都要栽倒。说相声的，我觉得就台下领导们在乐，其他没人能乐得出来，真可怜啊。终于要到我们部门的节目了，灯光渐次熄灭，屏幕亮起。我们部门的节目是一部微电影，记录这一年公司和每个员工的成长经历。电影的负责人是老周和部门总工，巧了不是，都是我熟人，所以这部电影非常精彩。有吴秃子跟我歇斯底里的叫嚣，有总经理在我家发癫时的无能狂怒。以为这就完了吗？还早呢，我早就匿名在某建筑师论坛上发了帖，谁有江城设计院的黑料，统统发此邮箱。我没想一呼百应，微电影继续播放。某领导办公室里盛满了堆积如山的礼品，字幕划过，某某领导，谁给他年底送礼多，他就返给人的年终奖高。某管理层股东搂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步入酒店，字幕在线 ，XXX 有妻有儿，为非作歹。注：此女是某部门前台，甚至还有某 KTV 中一众老男人光着身子狂舞，简直辣眼睛不敢看。总之，能揭露的，不能揭露的，能上台面的，不能上台面的，我全放进去了。在最后，我更是贴了张财务报表，从上到下年薪全部公布。每次公司都不允许讨论年底奖金，我还就放出来给大家看了。怎么着吧？一时间鸦雀无声，随后就是费油入水的炸响，全场沸腾。我就说他工资怎么比我高那么多，原来是做小三了，有没有搞错？送礼也要卷，我送的酒已经不错了，你丫送茅台，腰瘦了。我辛苦一年，只有新来员工的零头
叫骂声此起彼伏，聚光灯闪烁中，酒杯横飞，菜肴一地，成了一处人间炼狱。黑以白皙天为地，善以恶惜勤为惰，真为假惜廉为贪，良为劣惜逼良山。过年在家，我看了很多消息，公司现在焦头烂额，居然还有空查这部视频的来头。但我们几个手脚极其干净，当时递交 U 盘给公司后台的人是陈豪，此人当即就被永久拉黑，根本查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年会是直播的。他还涉嫌抹黑公司名声，罚了不少钱，但其实人没抹黑，我替他背一次锅，他替我背一次，也算扯平了。随后就是管理层的大地震，领导们从上到下被扫了个干干净净，视频里出现的、没出现被调查出来的全部革职，某些涉嫌违规的，公司直接开除，连赔偿都不用支付。早该如此了，降10个员工的薪资或者劝退5个，真不如直接干掉一个领导，性价比多高啊！吴秃子也在此行列中。以往公司依据部门生产额，年底统一下发一笔钱作为年终奖，由部门第一负责人自行安排，不会过问的。但出了这事，尤其引起巨大民愤之后，这些隐性操作的东西被全部扒出，不少部门员工闹得很凶，尤其是看到领导拿的钱不减反增，自己疯狂降薪之后，都明白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底下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领导的生活质量不能下降。最后就是总经理，他倒是实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，现在真成为一名一线设计师，还就在我们部门我原来的位置上吭哧吭哧画图了。至于我吗？真如那位项目总所说，收到了很多 offer， 不过我统统婉拒了，包括那位项目总所在的甲方公司，劣币驱逐良币的世界可能在哪儿都会有。所以我和老婆商量了下，未来打算自己创业，不过我肯定不会欺负打工人，因为在那片汹涌的波涛里，我也曾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。至于现在嘛，就先陪陪老婆吧，把蜜月补上，为自己活一次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